哪吒，好久不见呐！哪吒是个千百年来被广为传颂的正义小英雄，在民间，哪吒又被称为众坛元帅、李元帅、太子爷、哪吒太子、三太子、哪吒公等。你愿与老夫一同出征否？最近的一部动画电影让哪吒的形象和故事更为观众所熟知。那么，他到底是谁？陈塘关在哪里？太乙真人又是谁？石矶娘娘又是谁？来吧，我将通过几个视频为您介绍。小编才疏学浅，勉力而作此视频，故不必粗鄙。若有纰漏或失误，期望指教，指我罪我将毕恭毕敬。这个视频主要介绍哪吒。哪吒最初源于佛教，在宋元时期，他转会到了道教，从佛教护法神成了道教的真人。哪吒这个名字来自于对梵文的音译，在佛教古籍中，他又被称为那罗鸠婆或者那扎俱伐罗，原意是可爱，可爱的。哪吒的形象也的确可爱。哪吒2个字的本意是什么呢？在这个视频的后面将会介绍。早在公元397到439年的北凉时代，哪吒从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华大地。晋朝的谭武谶在公元420年翻译的佛教经典《佛所行赞经》中提到毗沙门天王神那罗鸠婆。毗沙门天王为北方天王，也就是托塔天王。后来民间也就流传他是托塔天王之子。至于谁是托塔天王，那倒无所谓。最著名的托塔天王是商朝末年一个叫李靖的武官，后来唐朝又出了一个叫李靖的著名武将，并非其人。毗沙门天王有5个儿子，哪吒排行第3，所以哪吒又被称为三太子。哪吒最初是佛教的护法神，他被引入我国时面目狰狞，怒目圆睁。他最初的具体业务是给他爹彭塔，也就是大夫彭塔。在流传过程中，他的年龄似乎小了一些，成了一个可爱的、正义的、武力值拉满的小朋友。他的业务范围也有了显著的变化，从彭塔变成了主动创业。在民间流传的各个故事版本中，哪吒的出身虽然谈不上高贵吧，起码也不能说他出生于牛马之家，这一点是没有意义的。一身正气。在历朝历代的民间流传中，哪吒的形象和故事逐渐立体和丰富起来。下面引用一些古籍予以佐证。唐朝的《开天传信记》记载，少年曰某非常人，即毗沙王之子那吒太子也。受楞严经义海记载，天王太子及那吒之类，辅政统摄，跨握鬼物，护世一人。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仪轨记载，尔时那吒太子手捧戟，尔时毗沙门僧那吒，那吒天王。宋代的很多佛教相关著作中有哪吒相关的记载，如《太平广记》记载，太子那吒威神自在，西域有可以做佛事者，愿太子治之。《景德传灯录》记载，三头六臂擎天地，愤怒那吒窟底中，沧浪湿化，复达武警仙书记载，若那吒太子息骨骸复，息肉还母。新史记载，岁岁4月佛诞日，2月那吒太子诞日。栾成集那吒氏记载，北方天王有狂子，只知拜佛不拜父。大会普觉禅师语录记载，骨肉都还父母了，不知那个是哪吒。元代诸多的佛教著作中有哪吒相关的记录，如《迎回律髓》卷47记载，毗沙门天王，那吒太子护法神也。我若出战
三教搜神大全哪吒太子记载，哪吒本是玉皇驾下大罗仙，身长6丈，手戴金轮，3头9眼8臂，口吐青云，足踏磐石，手持法律，大诞一声，云降雨从，乾坤数动。哪吒，盆儿鬼记载，把归天心法、地心法、那吒法，书符咒水，无奉太上老君急急不律令射。道法会元记载，感应统摄都太子哪吒。明朝的《水浒传》记载，我只道他3头6臂，有哪吒的本事。永的大典记载，哪吒太子本来身，灼灼无衣不受尘。永的大典残卷记载，10头罗刹不相扰，8臂哪吒魂不怕。秦王传奇记载，天王下世伏群魔，哪吒临凡降百怪。西游记记载，那哪吒乃3坛海会大神，他出身时曾降96洞妖魔，神通广大。封神演义记载，这位神圣下世，出在陈塘关，乃姜子牙先行观视也，明珠子化身。清代的《红楼梦》记载，他是哪吒，我也要见见。双凤奇缘记载，一边好似哪吒降使女，一边好似原地斩妖精。绿牡丹记载，哪怕是临潼斗宝，伍子胥过关，闹海里哪吒，舍着老性命也要陪他玩玩。封建春秋记载，第4位头书压祭，脚踏风火轮，乃是哪吒3太子。我最擅长。续济公传记载，哪吒岂可能受这冤枉？催动风火轮，舞动火尖枪，在半空中同吕钺的摄魂剑杀将起来。到了现当代，又有好事者基于古籍对哪吒相关的一些故事进行了完善，比如金寿申1957年所著的书籍《北京的传说》中称，老北京民间传说中的8臂哪吒城就是为了镇压恶龙而建造的象征性地标，由此将8臂哪吒作为北京城的保护神。金先生的这一说法，最早似乎记载在元代著作《道法会元》中，在明代著作《农田余话》中记载，燕城系刘太保定制，凡是一门做哪吒神3头6臂2足。燕城指的就是北京，刘太保指的是刘伯温。在诸多的古籍中，《封神演义》一书中写的哪吒闹海的故事似乎最为精彩。在诸多版本的小学语文课本中，收录了哪吒闹海的故事。2009年，周庆安所著书籍《探秘诸神背后的真相》解释了哪吒的名字含义。书中引用康熙字典《辞海》的记载说，哪指的是挪，北义是扶正驱邪，吒即叱咤，也就是赤怒。由此可见，哪吒这2个字的字面含义是嫉恶如仇，扶正驱邪。2010年，王欣喜所著书籍《中国神话》尘封下的幻想之一文中也说，哪为挪，吒为诈，哪吒亦即哪吒驱赶鬼神。王先生也认为哪吒这2个字的字面含义是哪吒驱赶鬼神。2020年，梁兴阳所著书籍《中国神话真好看》书中亦提及哪吒2字的字面含义为驱邪消灾及正义。我们中国的神仙几乎没有闲人，我们供养他们一方面是为了求得内心的安全感、安慰，最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请求他们为我们做一些我们做不了的事情。千百年来，哪吒的流传、流行，也许寄托了人们对嫉恶如仇、扶正驱邪的神仙的殷切期盼吧。只要有邪恶或灾祸，哪吒就会存在。